这个女孩杀了18年的猪，竟突然被告知是首长千金，只因首长全家马上被下放改造，于是贾千金立即带上稽查大队，指认女孩才是真千金。刘队长，你看到了吧？她这张脸跟我妈，不是跟唐春兰长得一模一样，她才是他们的亲女儿，我是被报错的，该下放的人是她，我是无辜的。霍灵秀，霍家的长子霍文博忍不住站出来训斥了一句：“你不要乱叫，我跟你们霍家可没半毛钱关系。”霍家的人只觉得心口疼痛难忍。从小到大，她都是家里的小公主，每个人都对她疼爱有加。然而霍家一出事，她立刻翻脸不认人，甚至主动带领稽查队搜查家宅，只为踩着他们立功，继续留在京市。霍灵秀，你到底有没有心？从小到大，我们对你有多好，你都忘记了吗？你们那是对我好吗？你们那是对你们女儿、妹妹好，跟我这个人可没有半点关系。你……霍文博一个在军队里杀伐果决的人，此刻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反驳如此厚颜无耻的霍灵秀。呵，一道冷哼声传来。霍灵秀看去，就见从进来就一直都没开口说过话的何苗苗面带讥讽。你有什么好笑的？明天一早你就要跟着霍家这群改造分子一起下放了。听说那地方一天饿3顿，等到了那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我一天饿几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先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我们之间有什么账？你刚刚说你跟霍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是吗？是。你还说我父母哥哥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和妹妹，跟你这个人没关系，是吗？是。很好。何苗苗点了点头，目光在他身上绕了一圈。那就把你耳朵上戴着的金耳环，脖子上戴着的金项链，手上戴着的手表，脚下穿的小皮鞋，身上穿的花裙子都一一脱下来吧。凭什么？凭这些东西都是我爸妈哥哥买给我的。怎么了？不舍得？也是，就你手上这块手表都得要100来块吧？这些可都是霍家的东西，你确定要跟我们这些改造分子有金钱上的往来吗？霍灵秀被吓得脸色一白，要是何苗苗这话被传出去了，她就算是不被牵连着一起下放，也绝对会挨处分的。谁说我不舍得了？你们霍家给的东西我都嫌脏。霍灵秀无比不情愿地将身上的耳环、项链、手表等一系列首饰摘下来，通通丢给了何苗苗。还你，全都还你。何苗苗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金耳环和金项链，还挺重。还有你的鞋子。何苗苗目光又落到她身上的裙子上，霍灵秀终于是忍不住了，冲她大喝：“难道你想让我光着离开吗？衣服想留下可以。”何苗苗点了点头。霍灵秀脸色这才好一点，可下一刻何苗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用钱来换。”你说什么？我看这件衣服的款式和料子都是极其上乘的，应该是在百货商店买的吧？我之前去逛过，像这样一件衣服起码要15块以上，我也不多要，你给我10块就好。你……霍灵秀气的指尖都在颤抖。你什么你？要么给钱，要么脱衣服，你自己选。霍灵秀扭头看向一旁的刘队长，刚准备开口：“刘队长，你们接我回家辛苦了，我也没什么好感谢的，这2件首饰就当做是你替我找到家人的谢礼。”何苗苗说着，就将霍灵秀刚刚摘下来的那套金耳环和金项链塞到了刘队长的手里。刘队长掂量了下那重量，眼睛顿时亮了。这要是出手，怕是有近100块。没想到这小女娃娃这么有眼力见。刘队长目光又落到了何苗苗手上的那个手表上。这可是个好货，一般人家可买不起。这刘队长的胃口还真是大，竟一个都不打算给我留。何苗苗心里狠狠唾弃，脸上却还是要保持着温和的笑意，将手中的手表塞给了刘队长。刘队长顿时喜笑颜开，看向身旁的霍灵秀：“你选哪一个？你要是不想选，我就帮你选了。”霍灵秀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了，只能咬紧牙关，从随身的小包里翻出了10块钱递给何苗苗。何苗苗看着痛快极了，一把抢了过来。刘队长，这时间不早了，要是去晚了，国营饭店那边可就要关门了。那10块钱就当作是留给这小丫头的傍身财吧，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好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们一家人今晚好好收拾收拾，明天一早我接你们去火车站。贱人，你也就只剩下这一晚的好日子了，等你们下放后，等待你们的就是地狱。霍灵秀狠狠啐了一口，跟着刘队长离开了。你叫什么名字？何苗苗。苗苗，是妈妈对不起你，害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又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下放。妈妈。何苗苗看着他这副眼眶通红的样子，心里有些发软，抬起手有些不太熟练地拍了拍唐春兰的肩膀。好了，虽然要被下放了，但我也找到了家人，有得有失吗？这个女孩杀了18年的猪，没想到竟是首长千金，而她才刚被接回家，就得知全家即将被下放改造，真是福一天没享，祸全让她背了。他们一个个视线都落在她身上，有探究，有愧疚，但更多的是心疼。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他们心里实在是于心不忍。霍家的家风看着还不错，怎么就沦落到了被下放的地步了？爸爸上面有2个哥哥，1个妹妹，大伯一家有8口人，
二伯一家7口人，我们家6口，姑姑一家3口。不过姑姑一家在海市，但这次也受到了牵连。我们家除了你，还有谁？还有你2哥、3哥，他们是双胞胎。早上爷爷有点不舒服，他们就跟奶奶送爷爷去医院了。我等会儿去接他们回来。对了，我们被下放的地点是哪里？我们一家是去墨城，大伯一家跟我们同样在墨城，不过分在不同的县区。二伯一家去南城，姑姑他们去西山。那他们一家就是8个人。原本你回家，我们应该给你办个欢迎宴，挨个给你介绍家里人。只是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只能先委屈你了。霍文博语气里满是抱歉。刚刚看他把霍灵秀那个没心肝的对到说不出一句话时，他对这个妹妹就满意的不行，这才像是他们霍家的孩子。唐春兰和霍建国还是带着何淼淼跟霍家其他的人一一认了个熟脸，毕竟明天一早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总得先把人认全了。淼淼啊，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大伯现在身上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块怀表跟随大伯很多年了，就当做是给你的见面礼了。霍大伯从怀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怀表，塞到了何淼淼的手里，一看就是被小心珍藏的。不用不用，你这是嫌弃大伯用过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就收下。霍大伯强硬地塞给了何淼淼，何淼淼才反应过来，霍大伯刚刚那番话都是故意的。淼淼，这个镯子是大伯娘结婚的时候我妈给我的，现在送给你。淼淼，我是你二伯，这支钢笔给你。霍大伯一起头，其他的亲戚们也都开始纷纷全身找见面礼。霍家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已经被收工了，每个人身上都只剩下几件偷偷藏下来的好物件，眼下全都塞给了何淼淼。毕竟这丫头一回来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只恨不得能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何淼淼看着怀里堆得满满当当的物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而后众人就各自回房了，毕竟明天一早就要去坐火车，大家还得回去收拾东西。淼淼，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在这里，我跟你爸就在隔壁，有事情你就叫我们。我知道，你先去忙吧。好孩子。何淼淼环顾了一下房间，虽然都空了，可就这装饰就能看出来霍家人对霍灵秀是掏心掏肺了，结果却养出了一只白眼狼。何淼淼长长叹了口气，这好日子我是一天没享受，吃苦倒是一点没落下。何淼淼的目光落到一旁柜子上面堆成一座小山的见面礼，心思有些微动。她上辈子被组织看中后带去基地培养，没有亲人，刚穿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何屠夫给她撑起了一片天。那颗冷硬的心终究还是被那个死老头磨得柔和了许多。何淼淼闭上眼睛，意念一动，她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可以存放物品，时间是静止的，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功能。何淼淼现在正在清算自己空间里存储的物资，这都是她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当。只是这些东西还太少了，下放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需要再准备一些。如此一想，何淼淼也没再耽误时间。京市十里巷口，这个女孩1岁就会杀猪，长大后才发现竟是手掌千金，刚被接回家就被告知明天就要下放改造，只因下放地区荒凉无比，常常一天饿9顿，于是她立马去黑市买了1000斤糙米，500斤大米，500斤面粉，500斤猪肉，800斤牛羊肉，100斤鸡蛋。这位小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来逗我玩，但就算你是真心实意来给我买东西，你开的这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这么多物资也就只有工匠能拿出来。那你这边有多少？你真要这么多东西？男人细细打量了一番何淼淼。对，但我时间比较紧，天亮之前就要。天亮之前？那这也太紧了吧。你帮我准备大概2000块钱的物资，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100块的报酬。多少？何淼淼也不跟他废话，直接从怀里掏出5张10块的票子放到了一旁的桌上。这是给你的定金。好，妹子，我看你是个爽快人，你这生意我接了。天亮之前，你叫人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新口路230号那个仓库里，我会让人去拿货。那个仓库荒废很久了，四周也没什么居民，确实是个交易的好地方。你这边尽快准备，天亮之前送来的物资我全要，天亮之后我就不收了。还有你注意点，不要被人察觉。放心吧，我干这一行这么久了，要是这点注意力都没有，我早就进去了。我先去那边等你。何淼淼在废弃的仓库里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黑市那边就派人送来了第一批货。妹子，这里是200斤大米，你先收着，后面的我再去准备。何淼淼按照黑市的价格折算成现金，递给了面前的男人。没错，1分不差。麻烦你们尽快把其他的物资送过来，我的时间不多了。何淼淼看了一眼手里的怀表，这是霍大伯之前送给他的那个，他留了下来，毕竟有个手表还是方便很多。放心，我是先领他们认个路，后面就快了。男人这话并没有直说，其实就是他们还不太放心何淼淼，这才先拿了200斤大米过来探探路。眼下看何淼淼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自然是放了心。又过了半个小时，这次来的人不少，600斤面粉，500斤糙米，200斤猪肉。妹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边已经将能收到的物资全部都收拢过来了，连带其他黑市都帮你打探过了，只是眼下查的严，我们只能查到这么多物资。
负责人有些肉疼，他看何淼淼的样子，手里明显还有很多钱，结果他们却没物资换了。没事，辛苦你们了。何淼淼说着，又掏出了50块钱递给面前的男人，这是另外一半辛苦费。多谢妹子。男人笑嘻嘻的接过，今天晚上真是遇见贵人了。这些东西需要兄弟们帮你送的，免费的，不需要额外付钱。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手过来拿了。那行，我们这边就不打扰了。何淼淼确定附近100米之外都没有其他人的气息之后，这才把所有东西都收纳进了空间。要不是时间不够的话，他还想多囤一点。这是马上就要天亮了，他要是再不回去，霍家那边可能就会有所察觉了。妈，刘队长他们来了。淼淼，你收拾一下东西，我们一起下去。霍家人收拾好的行李，刘队长带着人又仔细细地翻查了一遍。还好昨天收的见面礼何淼淼拿去黑市卖了换了物资，他们查到之前的或者是他们看得上的就私吞。刘队长确定霍家人身上已经扎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后，这才把他们送去了货车。别人下放都是怎么轻便怎么来，而这个女孩光是猪肉就囤了几千吨，只因她有一个空间，放多久都不会过期。霍老爷子，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家人一路顺风。一家人只能在站台分别，每个人都眼睛红红的。何淼淼站在后面，神色未明，这就是他喜欢独来独往的原因。你多结交一个人，就多一份牵挂，有了牵挂，手中的刀就会慢一分。这辈子倒是被迫有了许多羁绊。小妹，你不用担心，不管在哪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小妹，你还不认识我们？我是你二哥，我叫霍敏学。小妹，我是你三哥，我叫霍心远，以后我罩你。霍心远急吼吼地跟着开口，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似乎是在宣誓。霍家这3兄弟还真是性格各异，大哥稳重，二哥温柔，三哥开朗。小妹刚回来，你们不要吓到她了。我只是想跟妹妹打个招呼。霍心远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霍文博的目光重新落到何淼淼身上，眼底满是愧疚。霍敏学和霍心远看着他们大哥的神情，也在暗暗发誓，一定会护好他们的妹妹。妹妹没有在霍家享过一天的福，却要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不仅没有像霍林秀一样歇斯底里、咒骂怨恨，甚至一直都很乖巧温顺。这样的妹妹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心疼。我以性命起誓，未来绝对不会让妹妹吃一星半点的苦。就算再不舍，也终究到了要分别的时间。一家人挥泪告别，各自上火车。你叫淼淼是吗？害得你要跟我们一起受苦了。没关系。好孩子。霍老爷子看着面前的小孙女，心里是满意的。听三儿子说，这丫头昨天3言2语就把霍灵秀说得气急败坏。果然一家人就是一家人，哪怕是没有生活在一起，骨子里的基因也是一样的。可一想起霍灵秀，霍老爷子就觉得心口又跟着一抽一抽的疼。从小他就当宝贝眼珠子一样护着，结果最后捅他们一刀最深的也是他。一路颠簸，总算是在第3天的傍晚下了火车。爸，那好像是来接我们的。你好，请问是石码头村来接人的吗？对，我就是石码头村的。你们是霍家人吧？是。你们总算是来了，我都等半天了，还想着你们今天是不是来不了了，赶紧走，要不然天黑之前我们都回不了村。小伙目光不小心落到了何淼淼身上，瞳孔顿时一震。霍文博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挡在了何淼淼的面前。他知道他妹妹长得好看，放在京市自然是没人敢动他们霍家的人，可如今来了乡下，那就得严防死守了。那个我们先出去吧。小伙大概也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太失礼了，结结巴巴的在前面带路。我们村归属于安阳大队，如今正是秋收最忙碌的时候，你们这个时候来算是遇上好时候了，再晚几天秋收过了，工分就更难挣，到时候都分不到粮食，冬天可就要饿肚子了。山伢子是个话多的，一路上几乎是把石码头村的情况都跟霍家人解释了一遍，但霍建国他们是越听眉头越紧。看山伢子就知道村里情况肯定不好，估计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要不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会瘦成这样？霍建国已经在心里盘算，到了队里一定要尽快熟悉工作，多挣一点工分，让家里的父母、妻子、孩子都能吃饱。一路闲谈，终于抵达了石码头村。村长王红杰点了点头。你们跟我来吧，我先带你们去你们的住处。王红杰领着众人走了大概10多分钟，最后停在了一处有些破旧的牛棚前。村里是修了知青点的，可那都是给知青住的，你们是下放来改造的。根据规矩，你们只能住在这里。不过这房子确实是有些破旧了，好在最近天气并不是很凉，等到秋收过去后，我叫些人过来帮你们维修维修。最近这些日子，你们就将就一下吧。那就麻烦村长了。不用客气，等会儿我会让人给你们送点粮食过来。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就要跟着我们一起上工了。村长离开后，简陋的牛棚里就只剩下霍家这一大家子。先去里面看看。对，先进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没那么差呢。全家下放住牛棚时，看着屋内的环境，所有人都仿佛坠入无间地狱。这个女孩却笑着捧起发霉稻草铺床，随后又从霍家人带来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套被子。爷爷奶奶，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睡在这里。淼淼，你怎么会做这些？
还做得那么熟练，以前肯定没少吃苦。我可怜的女儿。这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我再去看看隔壁的房间。何淼淼说完就朝着隔壁走去，两边的房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何淼淼刚准备上前整理，有几道身影就比她更快了。小妹，你休息，这些事情让我们来。是霍文博他们三兄弟。小妹，床给你们铺好了，你跟妈睡这间屋。让爸妈睡在这边吧。不用，我跟你哥他们去外面看看。霍建国一口拒绝。何淼淼还想说些什么，他却已经带着3个孩子出了房间。淼淼，让他们去吧，路上坐了这么久的车，一定是累了，你先好好休息。唐春兰的眼睛还红红的，却努力的让自己不在何淼淼面前哭出来。在京市，家里养的狗住的地方都要比这里好，可现在却要让淼淼跟我们一起受这种苦，都是我们的错。何淼淼为了避免她再哭出来，只得躺上了那堆稻草，顺带假装闭上了眼睛。唐春兰看何淼淼这模样，还以为她是累狠了，确定何淼淼睡着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出了房间。淼淼睡了。这一路上应该是累狠了，躺下就睡着了，是我们连累了他。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又不能把他送回去。对了，这是村长刚刚让人送过来的粮食。都送了什么粮食过来？村长给了我们20斤玉米碴子，3颗白菜，半个冬瓜。这玉米碴子要怎么吃呀？熬点玉米碴子粥，再炖点白菜，能充饥就行。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可爸妈他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这些东西哪有营养？还有淼淼那么瘦，现在还在长身体呢，这些东西哪能够啊？我们第一天来还没熟悉环境，等明天白天我跟村里的人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再弄点其他的吃的回来。我不是担心自己，我就是担心淼淼。一提起自己最苦命的女儿，唐春兰眼泪就怎么也忍不住。妈，你别哭了，小妹刚刚睡着，别又把她吵醒了。霍文博安抚。唐春兰一听这话，立马把眼泪给咽了回去。第二天，霍文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抱了一小把柴火，只不过4人的脸色看上去都有些憔悴。昨天晚上只有唐春兰回到了房间，他们4个人不知道睡在了哪里，看样子怕是并没有睡好。好了，可以吃早饭了。淼淼，这是你的。谢谢。跟我客气什么？我是你妈。唐春兰又有点想哭，自己的女儿竟然跟她说谢谢。何淼淼端着碗有点无措。别让孩子看笑话。是我没用。唐春兰努力地把眼泪逼回去。霍建国将剩下的粥分成了4份，跟3个儿子分了。只是何淼淼能够察觉到，他们3个人的粥要比他稀了很多，特别是霍建国自己，里面几乎都只有汤水了。但他面色不显，端着碗喝得面色如常。何淼淼看着碗里满满当当的玉米粒，心里又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们这边才吃完早饭，就听到了一道尖锐的哨声。上工了！霍建国连忙放下手上的碗，起身和3个儿子准备去上工。何淼淼自然而然地准备跟上。你就在家里休息。是，好好在家休息。上工的事情有我跟你爸还有哥哥。你也在家？不行，到时候分粮都是按照工分分的。我要是不去，以后分粮就会少个人头，冬天就没饭吃。唐春兰昨天晚上就已经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哭再多也没用，只能振作起来好好干。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让你干过一点活，现在也一样，我挣的工分养得起你们母女。是啊，妈，你就跟妹妹在家，顺带照顾好爷爷奶奶，口粮我们去挣。没错，我们一个抵3个。唐春兰站在原地，努力地控制情绪，真好，这次终于没有眼泪掉出来了。淼淼，你休息一下，我去把这些碗洗了。我去周围逛逛，总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把空间里的物资拿出来，要不然天天喝玉米碴子汤，人都要喝抑郁了。你小心点，不要逛太远，中午早点回来。何淼淼迈步朝着村子中间走去，村里非常的空寂。何淼淼微微叹了口气，唉，这地方是真的穷，难怪霍灵秀说他们这一趟是要下地狱呢。就跟京市比起来，这可不就是地狱吗？何淼淼还想多探查点，忽然间一道尖锐的哭喊声传来，何淼淼当即顺着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狗蛋的眼睛被弹珠打到了。眼睛被弹珠打到了？你把手放下来，我看一下你的伤势。这下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孩子的右眼血水是不停地往外流。何淼淼一把将孩子抱了起来。这个女人只是出门散个步，没想到竟捡到一个受伤的小娃娃。医院在哪里？有一个赤脚医生，我们村里人生病都找他。赶紧带我过去。何淼淼这边跟着那个孩子已经到了村里的赤脚大夫家。赵爷爷，你快来呀！狗蛋要流血流死了！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可等他从屋里出来，就看到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娃娃抱着狗蛋，而狗蛋的手已经垂下去了。赵老头看到这一幕，一下就冲到了何淼淼的面前。他这是怎么了？好像是他们玩弹弓的时候被人打到眼睛了，他这会儿已经疼得晕过去了。这伤得太重了，
我就是一个赤脚大夫，这得送去县里的医院。我已经让人去叫他爸妈了。他们今天去后山掰玉米棒子去了，一来一回得半个多小时呢。狗蛋这伤势不能拖，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可我不认识去县城的路。你跟我走。人命关天，赵老头也顾不得其他，但还是留了个孩子在家门口，叮嘱他：要是狗蛋爸妈找过来，就让他们带着钱来县里的医院，抱着孩子上车。这个牛车是公家的，个人要用的时候需要跟村里打报告，可现在情况紧急，也来不及走这个流程了。好不容易到了县城的医院，何淼淼脚步飞快地抱着孩子进了医院，一进门就大喊：快来人，这里有人重伤。医护人员快速上前，检查完何淼淼怀里孩子的情况后，快，这里有个重伤患者，马上送手术室。何淼淼在手术室门口等了片刻，赵老头停好牛车，就着急忙慌地赶过来了。情况怎么样？已经送进手术室了，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希望没事。时间1分1秒过去，王红杰领着人朝他们走来。赵爷爷，我们家狗蛋怎么样了？一个中年女人一看到赵老头，立马就扑了过来，声音哽咽：先别急，先别急，医生还在里面抢救。抢救？那中年女人一听到这2个字，双腿顿时就软了。你先别自己吓自己，狗蛋不会有事的。王红杰看到了站在一旁的何淼淼，眉头拧了拧。你怎么也在这里？就是这丫头抱着狗蛋来找我的，是你救了狗蛋？不算救，只是把他从山上抱下来了。那也是救，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何淼淼听到这话，看向王红杰的眼神多了几分异色。这个村长还算是不错。谈话间，手术室的医生走了出来。医生，我儿子怎么样？患者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弹珠直接把患者的右眼打爆了，我们需要摘除眼球以及把弹珠取出来。可现在眼球摘除了，弹珠的位置却相当危险，我们集结了全院之力，却没有人有能力完成这个手术。你们可以把孩子带回去。医生说到后面，语气明显低沉了很多。他虽然没有明说，可在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伤得那么重，带回去就等于等死。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儿子，我就只有他一个孩子，他要是没了，我也活不了。你赶紧起来，我们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可我们这地方小，这种手术实在是没人能够完成。真的没办法了吗？实在是抱歉，这种伤势要是在京市，可能还有机会。王红杰身子踉跄了几下，稳住身形后深吸了几口气，咬紧牙关开口：带狗蛋回家。爸，我求求你，你救救狗蛋，他是我的命啊！不是我不救，是医生都没办法，这就是狗蛋的命。把孩子带回去吧，至少得让他在家里走。王红杰不敢去看自己的女儿，只能撇过头去。我不要，谁都不能带我孩子走。何淼淼站在一旁，看着众人哭红了眼的模样，绕过众人走到医生面前。能让我试试吗？何淼淼这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身上。医生看着何淼淼，满是诧异：你是医生？我学过医。何淼淼起唇，不过那是上辈子的事了，这辈子她只杀过猪。学过那就是说你不是医生，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你个小丫头就不要掺和了。医生见何淼淼这么年轻，又是个女娃娃，以为她是在逗她玩，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你刚刚说了，你们医院没有任何医生有能力动这个手术，把孩子拖回去也只是等待死亡。既然结局都已经定了，让我试一试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不是吗？何淼淼完全没有因为医生对她的轻视而不满，语气平静地剖析现状。可这不合规矩。只要家属答应，应该就不算违反规矩吧？医生迟疑了。让他试，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绝不会追究医院任何责任。而就在这个时候，王红杰突然开口了：爸，这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医生刚刚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狗蛋拖回去就是死，还不如我给他争这一线生机。王红杰目光落在何淼淼身上，其他人对他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他这个做村长的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家的底细。他们可是从京城下来的大人物，说不定真的能够救他的外孙。村长果然好魄力。他知道王红杰这个人看得清楚状况，所以他刚刚才会开口。医生，你就让他去试一试吧，他是从京市来的。你是从京市来的？医生听到这话，态度明显有所改善。这个女人平时只敢用杀猪刀杀猪，如今却拿着手术刀救人。只因这个男孩的伤势，就连医院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一个只是学过医的人，就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上手术台，我们这边分配过来的新医生都得要适应许久。怎么这么久都没出来？该不会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可那个丫头也太年轻了，整个县城医院的医生都没办法，她能有办法？别到时候害得狗蛋只能在医院里验。王青山说到后面说不下去了。狗蛋毕竟是他的亲外甥，乡下人一直都有个习俗，在外面死去的灵魂会因为找不到家乡而一直游荡在人间，无法轮回转世。你急什么？耐心等。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再次打开了。手术很成功，
患者已经暂时脱离危险了。谢谢，谢谢。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们要感谢就好好谢谢这位小姐吧，她的医术简直是在世华佗。谢谢。村长不必如此客气，也是狗蛋的运气好。丫头，你要不要来我们医院上班？就你这个医术，就算没有从业证，我也能说服院长把你留下来。孙医生现在顾不上许多，只想把何淼淼留在他们医院。这么个能人，绝不能让他溜了。不好意思，我是刚刚下放到石码头村的改造分子，一切调动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可能要辜负孙医生的好意了。你是下放下来的改造分子？也是，要不然像你这样的能人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呢？实在是太可惜了。王洪杰看着孙医生眼里茫茫的不舍与遗憾，在心里重新评估了一番何淼淼的定位。这小丫头的医术连县里的主任医生都赞不绝口，一定是相当之优秀。而这个年代最缺的就是医生，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很少会千里迢迢的赶来县城，大多都是找赤脚大夫随便抓点药。如此一想，王洪杰脑子里瞬间就有了个想法。三丫，你跟阿丽在医院照顾狗蛋，我们今天先回去，明天早上再让你妈过来替换你们。王洪杰准备返回村里，只是上驴车之前，何淼淼却突然开口：村长，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想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家里连个碗都是破的。那你等会怎么回去？我自己走回去就行。还是我们送你去供销社吧，等会儿再一起跟我们回去。你一个小姑娘，又是第一次来县城，要是迷路了，我们还得来找你。那就谢谢村长了。村长，谢谢你送我回来。你救了我们家狗蛋，是我应该谢谢你。王洪杰对何淼淼是越来越满意了，既有能力又谦逊的年轻人，谁不喜欢呢？那我就先回家了，我出去了这么大半天没回去，我家人应该着急了。好，快点回去吧。何淼淼走到半路，发觉周遭已经没有人了，这才往布袋里又多放了一点东西。他去供销社买的那些东西不过就是掩人耳目，他真正要拿出来的东西都在他的空间里。一边走一边塞，布袋都已经装不下了。何淼淼只得作罢，想着下次再找别的机会。小妹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出去逛忘记时间了吧？别是出事了，还是我去找找吧。何淼淼抱着怀里那大布袋出现在霍家人眼前时，一个个眼里都满是诧异。淼淼，你这是拿了些什么？何淼淼把布袋放到众人面前，霍家人一看到布袋里面的东西，眼珠子都瞪大了。霍建国率先回过神来，又紧张地看着何淼淼。淼淼，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何淼淼把今天早上遇到的事情都跟霍家人解释了一遍。霍家人听完后，久久都没回过神来。小妹，你还会医术？我养父在的时候学过，后来他去世了，就没继续学了。何淼淼这话也不算假，只不过何淼淼学的都是些皮毛罢了。但教他的那个师傅早就已经过世了，他医术到底如何，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那你养父对你还挺好的。他一直都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所以你们也不需对我有什么愧疚。这些年我过得也不差。可霍家的人没一个听进去，毕竟再好又哪能好得过手掌千斤呢？何淼淼从布袋里拿出了几个热腾腾的大肉包子，递给了霍文博。大哥，你把这些肉包子给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分一分。霍文博转身把包子分给了霍爷爷和霍奶奶，又将仅剩的2个给了霍建国和唐春兰。我的留给苗苗，我的也留给苗苗。霍文博转身想把包子还给何淼淼，何淼淼却又掏出来好几个大包子塞到他怀里。谁都不用让，每个人都有。赶紧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你们今天已经上了一上午的工，中午再不吃点好的，下午可没有力气上工的。霍文博听到他这话，沉思了片刻，转身把怀里的包子分了出去。小妹说的没错，我们吃饱了才能挣工分。说完，霍文博也一口咬了下去。霍敏学和霍新远看着大哥都吃了，也纷纷开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肉包实在是太好吃了，你们赶紧尝一尝。饶是霍建国戎马一生，这会也有点按耐不住心底翻涌的情绪，低下头咬了一口，喉咙酸涩的厉害。我拼搏一生，本是为了给妻儿一个安稳富饶的家庭，结果最后还要靠在外面流落多年的女儿，我太没用。吃完午饭后，听着哨声就又去上工了。这次唐春兰怎么说都要跟着他们一起去，霍建国拗不过，只能带他一起。何淼淼趁着这个功夫，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一直到傍晚时分，何淼淼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在那个吃饭要靠挣工分的年代，最缺的就是医生，而这个女孩却凭借着娴熟的医术成功救下了男孩。你叫何淼淼是吗？你家的事情我初步了解了一下，你也算是得了场无妄之灾。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焉知祸福。村长说的不错，至少我找回了家人。我看你父母兄弟对你都疼爱，舍不得让你上工。不过多一个人干活总是多一份口粮，我这里有个非常适合你的活，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村长你说，只要是我能做的，一定义不容辞。你应该也知道了，村里就只有赵老头这一个赤脚医生，他的医术都是自学，平时也就只能治个头疼脑热的，好多时候还不见效，严重耽误了队里的任务进程。而你的医术是经过县里医生认证的，
你要是能去赵老头那帮忙，想来村里人看病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我可以每天给你记满工分的。能够帮上村里，我自然义不容辞。你答应就好。可我之前去过赵老头的家，里面几乎没有设施和药物。村里条件差，药品又太贵，我们根本买不起。平日里在赵老头那边看病，用的也都是他自己从山上采的一些药材。山上确实是有不少药材，运用的好不比医院里的那些西药差。你还认识药材，那真是太好了。所以以后我可以去山里采集药材吗？何淼淼问出了她最想问的，毕竟这个时候就连山上的一根草都是公家的。当然可以啊，你这是为群众做奉献啊。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明天可以吗？王洪杰试探道。不是他太心急，着实是生病的人太多，赵老头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可以。那我就替大家谢谢你了。王洪杰看向何淼淼的眼神变得敬重了许多。这年代大家对技术人才都是十分敬重的，只要你有真本事，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能受人敬仰。不用客气，我也是为我自己。何淼淼笑着把王洪杰送走了，转身朝着屋里走去，拿出上午在县城买的肉和大米，煮了8个人的米饭，又开始切肉，把饭菜摆了上去。门外就传来了霍建国他们的声音：哥，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你可能是饿昏头了吧？妈跟我们一起上工，家里哪有人做饭？我好像也闻到了。你们怎么都站在门口？而就在这个时候，何淼淼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大家都在，脸上一喜：你们都回来了，正好洗洗手可以吃饭了。吃饭？你做好饭了？我在家没什么事做，就把饭菜做好了。你们快进来呀，真的有肉，还有白米饭。每个人都有，不用推辞。众人也不在意有没有桌子凳子，一个个席地而坐，连从小到大的礼仪都抛之脑后了，吃的那叫狼吞虎咽。小妹，这辣椒炒肉太好吃了，还有这个拍黄瓜，清香又解腻。你的厨艺比我之前在金氏大饭店吃的都要好。霍心远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含糊不清地夸赞何淼淼：是啊，淼淼，你的厨艺太好了。你们喜欢就好。淼淼，以后你不要这样了。霍建国这话一出，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到了他身上。你干什么呢？淼淼辛苦在家替我们张罗了这么多好吃的，你怎么还怪他？是啊，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是什么意思？就连霍老爷子也放下了手里的碗，直勾勾地盯着霍建国，那样子就好像是他要是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就要家法处置了。霍建国连忙解释：我没有怪淼淼，我是想说，现在白米和肉都是金贵的东西，留着给他和爸妈吃，我们吃玉米碴子就好了。原来是这样，那你刚刚那么严肃，吓我一跳。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那不是有点担心你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击得变了心性吗？淼淼，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以后肉和白米就留给你跟爷爷奶奶。没关系，村长给我找了个轻松的活，以后我也能挣工分了。我不是说了要你在家休息吗？怎么还答应了村长去上工？在这种地方哪里有轻松的活？都是骗你的。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回绝。霍建国一听这话，起身就准备拉着何淼淼去找王洪杰。真的很轻松，他让我去村里唯一的赤脚大夫那里帮忙，不用下地，而且是满工分。赤脚大夫？这里偏僻又落后，村民生了病没钱去县里医治，大多找些赤脚大夫开点药。我之前救了村长的外孙，他觉得我医术不错，就请我去赵老头那边帮忙。不管有没有病人，只要我在那边，就每天都是满工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比下地要轻松很多。可看病牵扯甚广，这里的村子基本都是一家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就有可能引起全村的不满。唐春兰没有见过何淼淼在医院里救人的情景，只想着何淼淼应该只是懂一点医术。是啊，这里不比在京市，你不用勉强自己，爸爸跟哥哥能够养活你。何淼淼真是有点无奈了，她很想知道在霍家人眼里她到底是有多脆弱，在那个所有人都吃不饱饭的年代，而这家人却能吃上肉和白米饭，只因这个女孩有一个无论存放多久都不会过期的空间。淼淼，今天做饭累了吧？妈妈已经把床给你铺好了，赶紧休息。妈，爸和哥哥他们一直住在牛棚那边也不方便，白天干那么重的活，晚上肯定要休息好。可这里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我们可以女的住一间，男的住一间啊。是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呢？你等我，我这就去找你爸。淼淼，你真的愿意吗？你奶奶身体有点不太好，晚上会容易起夜，恐怕会吵到你。没关系的，我睡觉比较沉，只要睡下去，打雷都吵不醒。看着如此懂事的何淼淼，霍建国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暗暗下定决心，不管环境如何，都要给他女儿最好的。第二天，霍家人刚吃完饭，上工的哨声就响了起来。淼淼，你去了赵老头那边小心点，午饭妈妈回来做。等霍家人都离开后，何淼淼才去赵老头家。
王红杰已经提前跟赵老头说好了，一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到何淼淼过来，顿时松了口气。丫头，你可算是来了，老头子我都等一早上了。赵老头看何淼淼的眼神极其和蔼，他可是把县医院医生都救不回来的人给救活了呢。不好意思，今天起晚了一点。不晚，是老头子我睡不着，起得早了。你先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药堂这边的情况。这些药都是我采的，只是我年纪渐渐大了，很多山也爬不上，只能在山脚下找些能用的。药堂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就你面前这些了。今年天旱，山里的药材都少了很多。赵老头叹息。何淼淼看着面前不到3个簸箕的药材，眉头皱了皱。这么点都不够3副药。赵爷爷，药堂里的药材太少了，就算我们看出病人的症状，也配不起药。我去山上看看吧。我也是这个主意，不过山上的路崎岖，你一个人上山要注意点，还有不要太往里面去，怕有野兽。我知道的。何淼淼背着赵老头给他的背篓就去了后山，但也找不到什么药材。何淼淼只得往山里又走了走，只是沉寂在挖草药中的何淼淼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越走越深。何淼淼想起赵老头说这林子里可能还有野兽，转身准备离开，可才走了几步，就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动静。何淼淼猛地回头，眼神里划过一次肃杀，握紧了手里的镰刀，巧步上前，空气里隐约有一丝血腥的味道。何淼淼对血的味道很敏感，眼神忍不住亮了亮。要是能够逮住一只大家伙，晚上就又能回去加餐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团黑影突然从山上滚了下来，何淼淼飞起一脚，直接将那东西踢了出去。一阵闷哼声传来，何淼淼脸上的神情顿住了。这声音听上去不像是什么野兽，怎么那么像是一个人呢？何淼淼试探着朝那团黑影走去，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还真是个人。那人浑身是血，脸上更是沾满了泥垢，此时躺在树脚下，不知是死是活。该不会是把人踢死了吧？现在跑路。忽然间，那人的唇齿间溢出一阵轻微的咳嗽声。何淼淼转身准备离开的脚步就这么停了下来。算了，就当你命不该绝吧。何淼淼上前蹲下，打算检查一下对方的身体，可他的手才探出去，一只大手就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何淼淼。那一瞬间，何淼淼有种看到同伴的感觉，他敢100%的肯定，这男人手里绝对沾过人命。你是谁？男人声音嘶哑的厉害。何淼淼刚想开口，目光却瞥到男人肩膀上的标志。你是军人？何淼淼询问。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泥垢和血迹染得看不清楚原来的模样，但肩膀上隐约能看出徽章。你是山下的村民？陆修远保持最后的理智。是。何淼淼点头，态度也比刚刚要好了不少。之前不想救人是怕救错人，捡过男人的都知道，路边的男人不能随便乱捡，轻则被骗财骗色，重则家破人亡，那可是有诸多血淋淋的例子。可如果这人是军人，那就另当别论了。你伤得很严重，我先带你下山。何淼淼说着就准备把人扶起来，陆修远却制止了他。我是陆军第123团上将陆修远，我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队里出了叛徒，导致我们受到追杀，如今整个小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些人还在追你？何淼淼捕捉到了重点。陆修远点了点头。他们有武器，人数还很多，我要是跟你离开，说不定你们整个村子都会被我拖累。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何淼淼放弃了带陆修远离开的念头。村子里可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他不能把那些恶徒引过去。陆修远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抢回来的机密，我需要你帮我传递出去。你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就你刚刚带脚的力度来看，想来也是练过功夫的。这家伙是故意提这一茬的吗？同志，这里面的东西极其重要，为了这个我们已经牺牲很多人了，我可以死，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丢，只要你能帮我完成这个任务，组织一定会有奖励的。何淼淼的反应看在陆修远的眼里成了拒绝，抓着他的手更紧了一点。你要我把这封信送到哪里？何淼淼看着已经进气多出气少的陆修远，沉声：6月18，漠视南山教堂，你去找一个戴着黑色帽子，胸口别着一朵白花的中年男人，你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要是回你天快亮了，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陆修远努力的让自己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楚一点。6月18，今天是6月10号了，还有8天。何淼淼伸手接过了陆修远递过来的信封。我答应你，不过我要是去了没见到你说的这个人怎么办？如果没等到这个人，1个月后的同一天你再去一次，一定会有人在。好，那你要怎么办？我缓一缓，得把那群人引到更远的地方去。何淼淼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以及山下的村子，毕竟他要是死在这里，那群人肯定会下山搜查。何淼淼眉头拧了拧，从身后的背篓里翻翻找找。算你运气好，今天遇上我。何淼淼找了几样止血的药材，将那些药材捣成汁液，把衣服脱了。何淼淼吩咐，可陆修远却没有任何动静。你干什么？怕我非礼你？不是，我现在没有力气。
忘了这个问题了。何淼淼上前直接脱掉了陆修远身上的衣服，那健硕的胸膛上到处都是伤痕，左腹处好像还有一处枪伤。伤成这样还能跑？铁做的吗？何淼淼二话不说，将那些汁液一股脑地摁在了陆修远的伤口上。陆修远疼得倒吸了口凉气。何淼淼简单的替他包扎好了伤口。这里没有工具，我没办法替你把子弹夹出来，但我的药材可以暂时给你止血。何淼淼一边给陆修远包扎，一边解释。疼痛感让陆修远的意识稍稍清明了一点，垂眸看着面前的姑娘，眼神划过一丝异色。这姑娘年纪不大，处事却非常的沉稳镇定。一般的小姑娘见到她这模样，怕是早就飞一般的逃了。她竟然还能面不改色的替我处理伤势，这种偏僻的山村能长出这样奇特的姑娘吗？何淼淼自然知道对方在打量她，并没多做解释，替她包扎好伤口后，又转身假装从怀里掏什么东西，实则是从空间里拿了几片人参。这人参可是何屠夫偶然间得到的，差不多有600多年了。这是野生的，一片就能吊一口气，也没多少了，但为了国家利益奋战的军人可以豁出老本。何淼淼将手里3片人参塞到了陆修远的怀里。这是将近600年的人参片，要是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含一片在嘴里。陆修远看着手里的人参片，色泽明亮，一看就是真品。谢谢。好了，能做的我都做了，至于你能不能活下去，那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何淼淼做完一切后，背起自己的背篓，准备离开。你叫什么名字？陆修远看着他的背影，下意识地问道。何淼淼回头，那张娇媚的面庞在灰暗的林中好像会发光一样，夺目的让陆修远以为刚刚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他临死前幻想出来的画面。你要是能活下来，我就告诉你。何淼淼笑了笑，转身离开。陆修远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四周寂静无声。要不是掌心里还躺着那3片人参片，他真的会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陆修远含了一片人参在嘴里，清香间带着点微苦的味道，瞬间溢满整个口腔。原本已经精疲力尽的身体，在这一刻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一些力气。陆修远将剩余的2片人参藏在了贴身的口袋里，撑着一旁的树木，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得走得更远一些。何淼淼背着背篓回了赵老头的家。你这丫头总算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今天找到的药材有点多，就多耽误了一点时间。何淼淼把背篓拿了下来。赵老头一看到整个背篓都快要装满了。你挖了这么多，进深山了是不是？山下和山边都已经被扫荡空了，想要挖到好药材，只能进深山。你这丫头，一个人跑那么深，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下次。赵老头原本想说下次不准去了，可看着背篓里满满当当的药材，到嘴的话又拐了个弯。下次我找人陪你去，这些可都是能救命的东西，不能不找啊。他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何淼淼在中医方面的本事，所以没找人陪同。没想到人家中西医双修，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多找几个人陪他一起去，说不定就能带回来更多的药材。不过有了何淼淼，这事也就不用着急。苗丫头，你在一旁休息吧，这些药草我来处理。京市来的丫头，果然不是我们这种山里人能够比拟的，可得跟村长好好说一声，让他们照顾好霍家人，可不能让这丫头跑了。对了，赵爷爷，莫氏离我们这有多远呀？莫氏那可远着呢，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就是上次去了县里，觉得那里的供销社都没什么东西，我就想着去市里看看。你这丫头眼光还挺高，县里的供销社都满足不了你，你要买什么好东西啊？也不一定非要买什么，就是想去看看，有合适的就买回来。这要去市里，我们得先去县里，然后再搭长途汽车去市里，这一来一回都要2天了。如果只是为了去逛一趟供销社，不值得如此折腾。女人刚在山上就起野生帅哥，就被陌生男人扯进接生现场。这是生不下来了，大牛媳妇已经没力气了，宫口开的还不够，孩子根本出不来。那怎么办呀？这可是我的孙子呀！如今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剖腹取子。那妇人愣了一下，但很快就下了决定。剖，马上剖，总不能让我孙子也跟着一起去了。你们既然决定了，那就去开始准备吧。接生婆拿起一旁的刀子，就准备上前划开女人的肚子。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乡下，难产时就会采取这种最原始的办法，剖开产妇的肚子，把里面的孩子拿出来，至少2个活1个。住手！就在接生婆的刀子准备划下去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厉喝声从门口响起。何淼淼冲进屋里，一把抢走了那个接生婆手里的刀子。你是谁呀？赶紧把刀子还给我！晚上1秒，孩子恐怕就要憋死了。你们想干嘛？大牛，你媳妇已经不行了，总要把孩子拿出来。是啊，大牛，你快点让开！你们要划开阿花的肚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看着大人和孩子一起死吧？滚出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大牛，你这是干什么？我可是在救你的儿子。你要杀我媳妇，我还能任由你留在这？你这人，我可是好心好意过来给你接生，你不领情就算了，就等着给你媳妇和孩子收尸吧。
你胡说八道！我已经找来了医生，我媳妇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你再咒他们，我就跟你拼命！王大牛气势汹汹，吓得接生婆都往后退了几步，目光看向正在给大牛媳妇做检查的何淼淼，哼嗤了一声：“大牛，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小姑娘？她自己都没怀过孕生过孩子吧？就这样还能叫医生？别到时候害得你媳妇孩子都一命呜呼！”王大牛听着接生婆一而再再而三地诅咒他媳妇，实在是受不了，想上前撕了他的嘴。大牛！王大牛一听到他媳妇的声音，立马转身跑了回去。只见原本已经快要昏死过去的黄春花，此时竟然睁开了眼睛，脸色也比之前好了一点。阿花，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们去准备一些热水和干净的毛巾，我现在只是用药暂时吊着你媳妇的命，现在得尽快把孩子生下来。他刚刚偷偷地塞了一块人参到王春花的嘴里，毕竟生孩子还得靠产妇，他要是昏迷，那就真的要一尸两命了。好，我这就去。这怎么可能呢？他刚刚明明已经油尽灯枯了呀，这会怎么又醒了？这丫头对他做了什么？你咬着参片，努力保存体力。你现在的胎位不正，我需要给你正回来。何淼淼这才看向黄春花的肚子，孩子是臀位，一般这种情况如果在难产时都没办法扭转回来的话，大部分都会采取剖腹产。可现在医疗条件不允许，黄春花也等不到送去县城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法把这个胎位正回来。接生婆一看何淼淼的举动，就知道她要做什么，在一旁泼凉水。我已经试过给孩子正位了，可他这一胎实在是太偏了，根本正不了，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行，我倒要看看你这丫头本身有多大，别到时候害得人一尸两命，平白给自己招惹孽障。何淼淼懒得理会，双手轻轻地抚在黄春花的肚子上，开始缓缓推动。何淼淼的动作看似缓慢，但孩子已经顺着她的劲在肚子里慢慢转动了。终于当孩子的头朝下后，何淼淼才呼出一口浊气。现在胎位正了，我要指导你分娩，你听我的指令，不要乱用劲，我让你用力时你再用力，知道吗？黄春花用力地点了点头。你真把孩子的胎位推正了？一旁的接生婆听到何淼淼这话，惊呼道。可何淼淼哪有功夫理她，指导着黄春花呼吸用力。好，现在吸气，然后用力，感觉像是拉屎一样，缓缓的。黄春花在何淼淼的指导下，渐渐平复下慌乱的心。几个来回间，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道嘹亮的哭声，生出来了。何淼淼把孩子包好，放到了一旁的炕上，然后准备查看黄春花的状况，却不想褥子已经被黄春花的鲜血打湿了。大出血了。何淼淼眉头一拧，时间还是耽误的太久了一些。你们都出去。我媳妇要想你媳妇活，赶紧把他们都带出去。王大牛这才如梦清醒，立马准备赶人，把孩子也抱出去。关门。黄春花此时已经陷入了昏睡，那片人参只能支撑到她把孩子生下来。何淼淼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布包，她的中医是组织请了当时最厉害的传承大家教习的，一手银针可肉白骨医死人。只是这套针法使用起来需要消耗极大的心力，若不是性命有关的情况，是不会随意施针的。每施一针，何淼淼的脸色就白上一分，额头上也布满了薄汗。屋外的人一个劲的往屋里看，却都被房门和窗户阻拦了干净。这大牛媳妇是大出血了吧？这还能救回来？这哪救得回来呀？隔壁村有个媳妇也是生产时大出血，那还是在医院呢，都没救回来。可刚刚不是说孩子也生不下来吗？这不是也安全的生下来了？说不定这位何医生真的有通天的本事。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王大牛抱着怀里的孩子，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王大牛抱着孩子的两只手都开始微微发麻了，房门才终于被人从里面打开。何淼淼虚弱地撑着门框走了出来。何医生，我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已经没事了，后面好好照顾她，她失了很多血，给她吃点有营养的。谢谢，真的谢谢。王大牛说着就抱着孩子跪了下去。好了，进去看看你媳妇吧。王大牛立马抱着孩子进了屋，其他人也一蜂拥地跟了进去，都想看看何淼淼是不是在吹牛，毕竟可没有几个女人在生产时大出血还能救回来的。何淼淼也不管他们是何种心思，强撑着往家里赶，只是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就感觉头晕眼花，两只脚更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小妹，淼淼，你醒了？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要不要我去给你叫医生？妈，淼淼她自己就是医生，你去哪给她找医生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应该都快天亮了吧？你三哥把你抱回来后，你就一直昏迷不醒，都快把我们吓死了。我没事，就是有点太累了。你说说你，救个人怎么还把自己搭上了？那工作你别做了，妈妈正宫分养你。在何淼淼昏迷的这段时间里，霍家人已经把事情的经过都了解清楚了，知道何淼淼是为了救人才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何淼淼被这话弄得笑出了声，但心里也涌上一丝感动。老天这辈子待她还不算薄，前面15年由何屠夫陪着，现在又多了霍家这一家人。妈，我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太累了，睡一觉就没事了。你休要骗我，
你三哥抱你回来的时候，你脸色白得吓人。唐春兰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何淼淼刚想要说些什么，门口就传来一阵敲门声。霍家人一愣，他们这个地方可是狗不理地带，村里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们沾上关系，这个时候谁会来？小妹，这是王大牛送过来感谢你的。霍文博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了何淼淼的面前。何淼淼扫了一眼，里面都是一些地瓜土豆。收了吧，这是村里人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女人上山采药救下个受伤的神秘男人，然而这个男人身份却并不简单，称正在执行秘密任务。于是何淼淼答应帮这个男人去市里传递绝密文件。第二天早上，何淼淼凭借着记忆找到了之前遇见陆修远的地方，这里已经空无一人，连带血迹都处理得很干净，倒是一个细心的。何淼淼也没有马上离开，顺带挖了一些药材，就这么抱着去了赵老头家。你怎么来了？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睡了一觉，已经好很多了。这是我新采的药材。你这孩子，采药又不急在这一时，先把身体养好啊。我是确定自己的身体没问题后才去的，而且我采这些药材也有用处。除了治病，还能有什么用处？我是想多采一点炮制好，然后带去市里卖掉，给我们药堂买点药和医用器械回来。你要去卖药材？昨天的情景你也看到了，村里的药实在是太少了。昨天是运气好，没造成伤亡，可我没办法保证每一次都能在没有药材和器械的支持下把人救回来。九曲回神针，他没办法遇到一个病人就施展，还是需要改善一下医疗条件。你这是个好想法，只是还要去跟村长商量一下，毕竟你需要动用的是公家资源。当然要去跟村长商量，但也要跟你说一声呀，毕竟后面炮制药材还需要你帮忙呢。看你的样子，已经笃定村长会答应了。这关系到整个村民的健康，我想村长应该不会拒绝。你这丫头啊，我替你走这一趟吧。真的吗？有什么好诧异的？你一个外乡来的都能够如此为我们石码头村着想，我这个实打实的本村人难道就在一旁看着吗？那就谢谢赵爷爷了，我等你的好消息。不到1个小时，赵老头就回来了，脸上笑容满面。村长答应了。答应了，并且明天还安排了2个人陪你一起去山上挖药材。赵爷爷，我就知道你最靠谱。靠谱就是很可靠的意思。那是，我可是当过兵的人。好了，事情都给你办成了，现在赶紧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再来我这里。好，我这就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何淼淼到药堂的时候，大厅里站着2个年轻的男女。淼丫头，你来了。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这老头对我们可爱搭不理的。这女人长得肤若凝脂，眉黛如画，果然是个狐妹子，要不然就她那成分，怎么能来药堂里帮忙？她当初可是跟村长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还主动来药堂帮忙，都没能得到这份工作。这女人凭什么？就凭她那一张脸吗？何淼淼很敏锐地注意到了一道对自己非常不善的眼神，扭头看了过去，正好跟邓思月四目相对。淼淼，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他们2个都是知青所里的知青，这个男同志叫程浩强，女同志叫邓思月。今天就由他们俩陪你去山上采药材，他们都学过1点医，认识些中药材，应该能帮上你的忙。好，那你们早点出发，中午早点回来。何淼淼拿上工具，转身出了门。赵爷爷，那我们就先走了。程浩强同赵老头打了声招呼，背着背篓去追何淼淼。邓思月什么都没说，拿上东西也一起离开了。人家老头都不待见我，我凭什么还要热脸去贴冷屁股？何同志，有事？没什么，就是要一起进山采药，想着大家跟紧一点更安全。你们跟着我就好。刚开始程浩强还能够跟上，到后面都有点力不从心了。邓思月就更不用说了，早就落下了好长一段。何同志，要不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吧？邓知青还没跟上来。原本以为今天不用下地干活，还能拿到满工分，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哪知道一开始就来了个下马威。他们下乡应该有段时间了，这么久都没把体力练出来吗？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来。你在这等他吧，我先进山。何淼淼可不想在这儿耽误时间，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程浩强还想要说些什么，何淼淼却已经迈步离开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那个女人呢？已经先进山了，我们也得赶紧追上。她就一个人进去了，她不等我们吗？她这个人怎么这样？我们是陪她进山，她怎么还把我们丢在这里呢？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你少说2句吧，再不追上去可就真的追不上了。何淼淼来者不拒，只要是药材通通挖走，毕竟药堂里的药材实在是太少了。他眼睛尖，动作快，在荆棘横生的林子里也能穿梭自如。在林子里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程浩强和邓思月才姗姗来迟。何同志，我们总算是追上。邓思月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用一种怨毒的眼神看着何淼淼。这附近有不少药材，我们分开行动，日头升到正中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集合。何淼淼完全不在意邓思月的目光，像这种没什么本事又有脾气的大小姐，她向来都不惯着。程浩强还想要说什么，何淼淼却已经穿进了一丛荆棘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程浩强长叹了口气，之前就已经跟村里人打探过这位何同志了，
听说他不仅治好了村长家的外孙，甚至连王大牛难产的媳妇都是他救回来的。一次可能是巧合，但2次就是有真本事了。更何况村长昨天还特意来知青所找他跟邓思月，让他们陪着他一起进山挖药材。这个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他敏锐地察觉到村长跟这位何同志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因此今天一大早就翻出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还洗了头洗了脸，把胡子都刮了，目的就是要在何淼淼面前刷一波好感。结果从开始到现在，这女人就没正眼看过他一眼。他的长相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这样的乡下，那都是受无数女生追捧的。他竟然一点举动都没有，难道是欲擒故纵，想通过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吸引我的注意力？要是何淼淼知道陈浩强抱有这个心思，刚刚绝对会一脚把他踹下山。不过现在他正沉浸在挖草药的喜悦中，等到他将整个背篓都挖满后，一手提起背篓就准备返回集合点。何淼淼扫了一眼他们2人的背篓，陈浩强的背篓才刚刚填满了1/3，邓思月就更不用看了，刚刚垫了个底。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山上的草药太少了，我们2个尽力了。少吗？我觉得挺多的。你挖这么多有什么好炫耀的？刚刚不是你一个人背着我们自己去挖的吗？我看你就是早就找好了一处有药材的地方，害怕我们分了你的功劳，故意把我们丢在这里。何淼淼终于是分了他一个眼神，只是那眼神极冷，看得人心里一阵胆寒。邓思月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又想起陈浩强也在这，这女人不敢对他做什么，瞬间又挺起腰杆。你瞪我干什么？我又没说错。赵爷爷跟我说，你们学过医，认识中药材，我才愿意带你们上山。要知道你们都是湖州的，我也不必浪费时间带你们上来。何淼淼这话说的不急不缓，陈浩强听的却是冒了一脑门的汗。这来山上挖草药可比下地掰玉米棒子要舒服得多，没人盯着，还能偷个懒，还打算明天继续跟着何淼淼上山呢。可要是他去找了村长，说我们干不好这个活，那就又要回去掰玉米棒子了。何同志，可能是赵爷爷没有跟你说清楚，我们只是学过一些皮毛，认识一些基础的药材，再加上今天第1天上山，不熟悉这边的地形，等再熟悉2天，我们的效率就会上来的。陈浩强语气极尽温柔，尽可能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积极好学又非常上进的男青年。何淼淼并没有回应，只轻飘飘地扫了他一眼，提起自己的背篓往山下走。那一眼让陈浩强有种他把自己看穿的感觉。这不可能，她一个女人怎么能？夏天掰过玉米棒子的都知道，田里又晒又热，玉米叶子还特别的锋利，一不小心手就划到口子。而这2个知青为了偷懒不下地，竟谎称自己认识草药。回来了，今天的收获很不错呢。都是些常见的药材，就是常见的药材用量才大呀。2人说话间，陈浩强和邓思月也都回来了。赵爷爷，不好意思，我们效率有点慢。赵老头回过神，刚想说没事，毕竟就算是他上山，也不一定能够挖得比陈浩强多。可话还没开口，邓思月就忍不住先出声了。不是我们效率慢，是他丢下我们独自去草药多的地方挖了。邓知青，你不要乱说。我没有乱说，就是他为了立功，不仅把我们丢下，还不肯把长满药材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就是故意的。简直胡言乱语！后山那地方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所谓的长满草药的地带。更何况苗丫头采的药种类非常多，很多药都是不可能长在一块的，明显是一颗一颗找的。这不可能，那他怎么可能一上午就挖了那么多？你觉得不可能，不代表别人就做不到。不先质疑自己的能力，反倒是先诬陷他人。亏你还是上过学的知青，真是给读书人丢脸。邓思月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赵老头却还没放过他，拿过他的背篓，把药材都倒了出来。原本就不多的药材，其中有1多半都是野草。你挖的这些药材能用的没有几根，之前你不还跟村长说你认识药材吗？邓思月一时间有点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话当然是骗村长的，就是想着去山上能够轻松点。你今天下午不用来了，我到时候去跟村长说。凭什么？你还没有看他的背篓呢，他塞得那么满，谁知道里面是不是都是些杂草？苗丫头的本事还用不着你来智慧，你没来之前他就已经采过好几次药了，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没有任何错处。你赶紧给我走，我这里不欢迎你。邓思月被这么一通训斥，眼睛顿时红了，扭头就跑了出去。陈浩强站在原地，看看一脸不以为意的何淼淼，又看了看邓思月离开的方向，再瞥了眼自己的背篓，为了避免赵老头让他也一起滚，连忙开口：赵爷爷，我去看看邓知青，免得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都是一群不中用的。赵爷爷，村里的那些孩子们平时都不需要上工的是吗？那么小的孩子上工也干不了什么活。也不用上课吗？我们村没有学校，学校在安阳大队上，走路过去都要2个多小时。眼下这光景，上了学也没什么用，大家也就没把孩子送过去。那我能让那群小萝卜头跟我一起去山上挖药材吗？你想带他们去挖药材，可他们也不认识啊。不认识可以教，小孩子学东西很快的，我见过他们几次，都挺机灵的。何淼淼想，如果非要带一些人上山挖草药，还不如带这群小萝卜头，又乖巧又听话。这倒是没什么问题，他们每天不上学也不上工，
就在村子周围瞎晃荡。可我得跟你打个招呼，我们村的小孩跟你在京市见到的可不一样，这里家家户户都是文盲，孩子从小就没见过书本，你要是教不会，可别把自己气着了。你不担心孩子被打击到，反而担心我被气到。何淼淼被赵老头的关注点弄得有点哭笑不得。那群孩子皮实得很，能受什么打击？何淼淼如今才是赵老头的新肩膀，有了他加入，他给村民们看病也不需要节省药材了。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先回家吃饭，那群孩子中午会过来，你要是觉得他们吵，就让他们在外面等我。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大白兔奶糖吃？你说每天都有糖吃吗？胡子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要你们能完成我交代的任务，每天就都能有糖吃。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好好完成。好，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先跟我认药材。认药材？何淼淼从一旁的簸箕里拿起一根她今天早上才从山上挖回来的草药。这颗是板蓝根，对治疗感冒非常有效果。你们好好记住它的样子，等会儿我要带你们去山上，你们看见一样的就挖出来。只要你们能够挖到我想要的药材，以后就都能有糖吃。能让我好好看看吗？当然可以。何淼淼把手里的板蓝根递给了胡子，胡子仔仔细细的把板蓝根的样子记在了脑子里，又给了几个大孩子看。我们这就去挖。胡子说完就准备带自己的小弟们离开。原本还以为是很难的任务，没想到只是挖几根草，这对他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等一下，他该不会是后悔了吧？也是，几根草怎么能换珍贵的糖呢？我要的不止这一种药材，还有其他的，你们认了可以一起挖回来。原来是这样啊！胡子长长松了口气，还以为这么好的差事要没有了呢。我们今天就先认这么多，等会儿你们跟我一起上山，要是挖到不确定的就过来问我，知道吗？好了，我们出发吧。上山以后一定要听我的命令，绝对不可以单独离开，违反规则的人就取消分糖果的资格。何淼淼这话说得极其严肃。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他们都听我的话，我会好好看管他们的。那就好。何淼淼这才背起背篓，跟赵老头说了一声，就带着那群小萝卜头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一直到他们离开，赵老头都还有点没回过神来。他原本还想着那群小萝卜头太调皮，估计不太可能听何淼淼的吩咐，打算替他好好整治一番。没想到何淼淼轻轻松松就自己解决了。而何淼淼这边才从药堂里出来，就看到陈浩强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山里长满了药材，村民只当是杂草，只因这个地方太过贫瘠，根本没人认识药材。于是这个女人动员全村小孩来上山采药，没想到竟迎来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大丰收。几天下来，药堂里的草药也终于不再紧缺了。于是在6月17号这天清晨，何淼淼带上了一大堆炮制好的草药，坐上了牛车，摇摇晃晃地朝着市里赶去。赵老头把何淼淼送到了车站门口，从县城到市里，大巴车要开4个小时，不仅人满为患，还一路颠簸。更重要的是，车里气味十分难闻，何淼淼感觉自己都要晕车了。看来不管在什么时代，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何淼淼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先别说私家车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就是他有这个钱，就他们家这个成分，也没人敢卖给他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这头上的成分帽子摘掉，要不然有肉都不敢吃，有新衣都不敢穿。何淼淼摸了摸自己的衣兜，这里面有之前那个男人给她的信。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要是顺利完成这次任务，说不定能够带来一次转机。没错，何淼淼说是来市里卖草药，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找个借口来送信。毕竟不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村长是不可能给他开介绍信的。何淼淼到教堂也没有急着过去，默默注视着进入教堂的人，直到他看见一个戴着黑色帽子、胸口别着一朵白色小花的男人神色自若地进了教堂。何淼淼的视线在教堂里绕了一圈，确定整个教堂没有第二个戴着黑色帽子、胸前别着白色小花人时，悄悄地坐到了任务对象的身边。现在几点了？上面的人不是说来的是个男人吗？怎么会是个女人？那么危险的任务绝对不可能派女人去，而且还是这么年轻的女人。或许是对方恰好问出了暗号。何淼淼说了暗号后，并没有得到身边人的回应，眉头皱了皱。难不成认错人了？可整个教堂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戴黑色的帽子，胸前别白色的花朵啊，不至于这样巧吧？何淼淼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再问一遍好了。现在几点了？男人这一次可以确定自己并没有听错，确实是暗号，最终还是决定试探一下。天快亮了。而他这话一出，女孩的眼睛立马亮，男人这才终于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他要等的接头人。何淼淼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后，立马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递给男人。男人迅速地接过，塞进了口袋里，刚想要问些什么，一扭头就发现那个女孩已经提着蛇皮袋离开了。男人想要追上去，可一想着自己身上还揣着秘密任务，就只得先回去复命。何淼淼从教堂里出来后，找了一家人流量没那么大的药堂，提着自己的药材走路进去。看病还是抓药？你们这里收药材吗？药材，你有？有，你可以看看，这些药材都是我们炮制好的。药堂的掌柜仔细地检查了一下何淼淼带过来的药材，虽然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材，但处理得很好，品相也不错。
你这些药材不错，可我们不收个人售卖的药材，你有介绍信没有？有的。药堂掌柜确定介绍信没有什么问题后，这才还回去。你的这些药材品相还不错，但都是常见的，我们店里原本是不缺的。不过你千里迢迢赶过来，我就给你5块钱，把这些药材都收了。何淼淼看着面前这一大包药，自然是觉得亏的。可要是石码头村的人在这里，他是都要喜极而泣。毕竟现在每村每户1年都存不下几块钱，可他们只辛苦了不到1个星期，就卖了5块钱。那老板，你这里收成品药吗？我们家祖上也是学医的，专门治颠打损伤的药膏，你可以看看。何淼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药膏递了过去。药堂老板一听到药膏是何淼淼做的，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么年轻的小丫头能有什么真本事？可当她闻到药膏的香味时，眉头一蹙，抬头定定地看着何淼淼。这药膏有大黄、黄柏、姜黄、白芷，这是金黄散的药方。不对，这里面好像还加了2味药，不是普通的金黄散药方，你还加了什么？这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掌柜的，这款药膏我就送给你，你可以找人试一试。我还会在市里待2天，明天下午我再来找你。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再坐下来谈这笔生意。这个女人说是来市里卖草药，然而真实目的竟是来送秘密信函。那个跟何淼淼接头的中年男人已经回到了组织，把信封交给了他的上司。上司确定信封并没有打开的痕迹，立马让人送去了墨城工业大学。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接到了那边的反馈，信封里的东西都是真的。好的，我知道了。男人挂完电话后，顿时松了口气。局长，东西是真的吗？黑帽男迫不及待地追问。是真的。那个小姑娘没有骗我，可她看上去并不像是组织里的人，这份密函又怎么到了她的手里？出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小队到现在都还没有联系上，可能是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你现在马上去把那位小姑娘请来局里，记住，一定要客客气气的。何淼淼跟着男人一路上了楼，最后停在一间办公室前。何淼淼扫了一眼门牌上的标识，局长办公室。看来那个男人真的没有骗我，那封信非常重要。一进房间，何淼淼就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中年男人，大约50多岁的年纪，穿着一袭中山装，往内一坐就有种不怒而威的气势。此时他的视线正直勾勾地盯着何淼淼。何淼淼不急不缓，直接走到了男人面前。局长好。李良学瞬间就乐了，这小丫头胆量这么大，你就不怕吗？你们带我来的是政府组织，又不是去监狱，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你倒是个机灵的丫头，难怪会选择你来替我们送信。李良学笑了笑，但很快又收敛了神色，认真地盯着何淼淼。你放心，我们这次叫你过来，其实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如实回答就好。局长，请问那封信是谁交给你的？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军人，我是去山上挖药材，刚好遇到他。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叫什么？他说他叫陆修远，让我把这个信封交给你们。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不清楚，他当时受了很重的伤，还说有人在追他。他把这封信交给我后，就孤身去引开那些人了。李良学听到这番话，心都凉了半截。派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的小队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回来，好不容易有了点线索，结果还是不好的，那可都是大功臣啊！李良学强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目光灼灼地看着何淼淼。你是叫何淼淼是吗？是。你这次帮了组织一个大忙，你放心，我已经向组织申请了对你的奖励，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何淼淼虽然早就猜到了组织会有奖励，但亲口听到局长这么说，心总算是落了下来。谢谢局长，不过我们家是从京市下放到石码头村来改造的。你这丫头，下放又怎么了？组织就是让你们下放来改造，这会儿又立了功，不正是响应了号召吗？见李良学听到这件事，脸上没有任何诧异的神情，何淼淼就知道他之前肯定已经调查过了，但有些话还是要再确定一下，于是继续问道：所以我这个嘉奖还会有？当然会有，组织一向都是奖罚分明的，犯的错绝不姑息，立了功也一定会奖励。那我就谢谢局长了。何淼淼脸上顿时绽放出一抹璀璨的笑意。好了，送何同志出去吧。第二天中午，何淼淼直接去了昨天的那个药堂，刚走到路口，就看到药堂的老板正站在门口翘首以盼。何淼淼顿时就不急了，慢悠悠地走了过去。哎，小姑娘，你总算是来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看样子掌柜的已经试过药膏了。不错，昨天你走之后，我就找了个患者试用，没想到贴上去不到5分钟，患者就说疼痛减轻了不少。今天我再去给他复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脚竟然已经能沾地了。小姑娘，你这药膏实在是太神奇了，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我全都要了。掌柜的目光灼灼地盯着何淼淼，就好像是在看财神爷一样。我手里暂时就只有那一块药膏。什么？就只有那一块？掌柜的一听这话，顿时痛心疾首。早知道这样，这不应该随便找个人弄了。小姑娘，你能做出这一副，下来就能做出第二副。你直接跟我说吧，你要卖多少钱一副？做药膏太费时间，药材也难找，我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不如我直接把这药膏的药方卖给你可好？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愿意把这药方卖给我？掌柜的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对于医学传承来说，这种改良过的药方，那都是代代相传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绝对不会拿出来换钱，遇到就是赚到呀。当然是真的，不过我有2个条件。别说是2个条件，就是2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先听我说。好，你说。第一，我需要你帮我购买一些药品。何淼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列好的清单。掌柜的接过去后，细细的查看了一番，大部分都是西药。虽说他这药堂里没有，但他有人脉，弄这点药倒也不算太难。这个女人只是拿了一块狗皮膏药，竟让瘫痪多年的男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了。这第2点，这个药膏得署我的名。署你的名字？掌柜的听到这话，神情就有些犹豫了。他还想着把这个方子买到手，包装成他们家传承秘方呢。掌柜的，你要是能答应这2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往下谈价格。掌柜的咬了咬牙，最后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行，署你的名就署你的名，但你绝对不能再把这个药方卖给第2家药堂。当然没问题。那你要多少钱才肯把这个药方卖给我？掌柜的说这话的时候都有些小心翼翼的。何淼淼直接伸出一根手指头，1000块。什么？掌柜的一听这价格，老脸立马就垮了下来。小友，你这价也太高了一点。掌柜的，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价格我可没挣你钱。这膏药的效果你也亲自体验过了，你就是卖2块钱一副，都绝对会有人争着抢着买。而一副膏药的制作成本，我给你控制在6毛钱，一副膏药你就净赚1块4，1000块钱不到800副药，你就能够回本。之后所有的盈利都归你自己，这可不是一锤子买卖，一个好的药方可是能够流传百世的。我要不是家里实在是困难，也断不会把祖传的东西拿出来换钱。何淼淼说到后面，一副心有不舍的模样。掌柜的想起那药膏的奇效，咬咬牙一跺脚，拍板定案。行，1000就1000，但你得当着我的面重新制作一副新的膏药，我确定跟你之前给我的膏药效果一样后，我才能给你钱。这药可以，但是得先给钱。掌柜的拧眉。何淼淼笑出了声。这可是你的地盘，更何况我一个小姑娘要戏耍了你，你不是有1万种方法让我出不了这个门？掌柜的一想也是，他小舅子还是警察局的小队长呢，谅这个小姑娘也不敢在这种事情上戏弄他。行，那你在这里等我片刻，我去给你拿钱。这里面是1000块，你数一下。掌柜的把钱递给何淼淼，何淼淼当着掌柜的面一张一张数清楚，确实是1000块，一张不少。既然钱没错，那药方是不是可以给我了？掌柜的冲何淼淼伸出手，何淼淼把早就准备好的药方递给了掌柜的。掌柜的接过后，立马查看药方的内容。当他的目光落到最后的2味药材上时，眼睛豁然一亮，随即了然的点点头。原来是这2个药，我想了一天都没想明白。修改这药方的人当真是奇才，加了这2个药，直接将这个方子的效果翻了好几倍。更重要的是，这还是常见的药材，并不会增加多少制作成本。丫头，这真是好东西啊！你当真愿意卖给我？掌柜的也是个惜财的人，虽然生意讲究落子无悔，可他还是想再确定下。钱都收了我，自然不会反悔的。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再重新制作一副膏药。何淼淼把钱收好，这种药方他多的是，比这个效果还好的药方他也有，只是那些东西他都要留着自己用的。好，这些药材我药堂里都有，我这就给你取出来。何淼淼就当着他的面把药膏的制作流程从头到尾演示了一遍，甚至在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还特意叮嘱了掌柜。掌柜听的那叫一个认真，恨不得把何淼淼所有的步骤都刻录下来。不到半个小时，何淼淼就成功制作了一副新的膏药。你闻闻有没有问题？何淼淼把制作好的膏药递给掌柜，掌柜细细闻了一番，连连点头。没错，这跟昨天你给我的膏药一模一样。既然掌柜的你已经确定这膏药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买药了？对，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不过你要的都是西药，我这药堂里没有，我得找人去帮你弄，这需要点时间。你这边需要多久？大概2个小时左右。行，那我2个小时后再过来找你。没问题。从药堂出来后，何淼淼就直接去了市里的供销社，果然是比县里的大得多，品类也很齐全。虽然何淼淼空间里还有不少东西，但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不点货。从米面粮油到各种肉类，只要用得上的，何淼淼通通都买了个遍。还有孩子们喜欢吃的各种糖果，何淼淼也买了好几盒。何淼淼提着这大包小包找了无人的巷子，把东西都放进了空间，又找了另外一个出口离开，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何淼淼手里还剩下不少钱，转身去了一趟百货大楼。虽说现在还是初秋，但墨城冷得快，再有1-2个月，气温就能降到零下。最冷的时候，户外甚至能到零下30-40度。要是没有保暖物资，一个晚上都撑不过去。何淼淼直接去了床上用品店，买了2床最厚实的羽绒被，几百块瞬间就花出去了。但何淼淼觉得值，冬天就指望着这2床被子过了。钱花光之后，何淼淼同样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将羽绒被收进了空间，这才返回药堂。小友，你回来的刚好，你要的药刚刚送过来。
掌柜的一看到何淼淼，顿时喜笑颜开。刚刚在等待这些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也尝试着做了一副膏药，产品跟何淼淼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那个1年都存不下几块钱的年代，这个女人仅凭一张狗皮膏药药方，轻轻松松就赚到1000元。然而这样的药方，这个女人竟还有很多。多谢。这些药品可能并不值什么钱，但普通人可不一定能买到。你我之间还说什么谢谢？要真说谢，也是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好方子。对了，掌柜的，这膏药名字就叫做淼淼止痛膏，然后在封面上贴上产自于墨城石码头村。石码头村，那是你的家乡吗？我现在住在那边。行，这不是什么大事，我到时候给你添上。掌柜的也没拒绝，毕竟都已经署名了，贴个地址也无关紧要，到时候就说也是他老家。行，那我就先走了。只是在何淼淼跨出大门的时候，又忍不住说了一句：小友，要是你手里还有其他要出手的药方，记得第一个来找我呀。好。何淼淼从药堂离开后，直接去了汽车站。好在还有最后一趟回县城的车子，何淼淼买了票就上了车。而与此同时，李良学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你好，我是李良学。你说什么？人找到了，还活着吗？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他现在在哪？好，我马上就过来。李良学挂断电话，匆匆忙忙地起身出了办公室。医生，他情况怎么样？经过我们的抢救，患者的情况已经暂时稳定了下来，不过他伤的实在是太重了，后续能恢复到什么情况，还要等他醒来之后再观察。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李良学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陆修远的身份可不简单，只要人还活着，后续自然有更好的治疗。不过患者也真的是运气好，身上有100年参片用来吊命，要不是靠着参片撑着，怕是早就已经100年参片。李良学震惊过后，很快又平静了下来。想想陆修远的身份，身上有这么些贵重的东西，倒也不奇怪。医生，这位是为我们华夏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请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医治好他。何淼淼一路奔波，赶到县城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哪知道刚从车站出来，就看到山伢子正赶着驴车，连忙叫住了他。得知他要去医院接狗蛋，便一起去了。驴车走了10多分钟就到医院了。何淼淼也从车上跳了下来，去帮他们搬行李。何同志，是你怎么也来了？我刚刚从市里回来，刚好遇上山伢子，就厚脸皮的搭个顺风车跟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别有意见。什么意见？就是把这辆驴车全都让给你一个人，我们都没意见。狗蛋他娘连连开口。狗蛋受伤的那一天，他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度慌乱的状况。本来打算出院后再好好去感谢他的，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上了。何同志，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家狗蛋就没命了。狗蛋，这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赶紧给你的恩人磕几个头。狗蛋现在身上还有伤，不能有太大的动作，先上车，早点回家。狗蛋的伤应该还没完全好吧？怎么不在医院多休养2天？家里实在是没钱了。果然是这样。何淼淼在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那你以后每天让狗蛋来药堂，我给他换药，要不然伤口没长好或者清理不得当重新感染了，会要命的。谢谢，谢谢。你真的不必如此客气，药堂里的药我们都是自己从山上采的，都是公家的资源。狗蛋他娘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这些事情他还是明白的。药材虽然是公家的，可本领是自己的呀。要是没有何淼淼，那些药材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几根野草罢了。而作为当事人的狗蛋，一个人突然遭受如此重创，成年人都有可能接受不了，更何况是孩子。我之前还在京市的时候就听别人提起过，现在已经有一眼了。那个东西做得很真，放在眼睛里，只要自己不说，别人都看不出来是假的。狗蛋一听到这话，立马抬头看来，那种东西肯定很贵吧？其实能保住我们家狗蛋的命，我就已经很感激了，瞎了总比死了好。狗蛋一听到这话，眼里好不容易亮起来的光又熄灭了下去。也没有那么贵，更何况狗蛋现在还年轻，等到它长大了，说不定价格就便宜了呢。何淼淼想要在狗蛋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而且他这话也没有说谎。在后来，不仅是一眼，就连一只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驴车一路摇晃，等回到石码头村的时候，月亮都已经挂到夜空正中了。何淼淼回家的路上，趁没人，从空间拿很多吃的用的，直到拿不下了，这才作罢。淼淼，你不是要明天才能回来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事情都处理完了，我就先回来了。原本打算在县城住1晚，哪知道刚好遇上山伢子去接狗蛋出院，我就搭了他们的顺风车一起回来了。你们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帮我拿一下东西。霍建国和霍文博这才上前接过何淼淼手里的大包小包。你这都装了些什么呀？好东西。淼淼，你终于回来了。唐春兰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见何淼淼，立马走了过来，上上下下的把她打量了一番。还好没受伤。我是出门办事，怎么可能会受伤呢？你们怎么都没睡呀？另外一道声音又传了过来。好家伙，霍家所有人都被吵醒了。何淼淼叹了口气，醒了就醒了，正好可以把东西分一下。何淼淼把手里最大的袋子放在了地上，借着月光把里面的东西都一一拿了出来。当何淼淼提出一袋子白米的时候，大家脸上的神情并没有多少震惊。又提出一袋白面，
还好，常规操作。又提出一大块猪肉，还能接受，毕竟我们家淼淼无肉不欢。又拎出一大袋子排骨，霍家人这下脸上的神情有点挂不住了。何淼淼拿出的这些东西恐怕要10几块吧，可何淼淼却好像是没有察觉一样，还在继续不停地往外掏，各种吃的堆了满满一座小山。偏偏何淼淼手上的动作还没停。淼淼，你这是打劫去了？没有啊，这些都是我在市里供销社买的。大哥，你把你手里的袋子打开，里面应该是我买给你们的衣服。还有爸，你手里是我买的被子，我只买了2床，先凑合着用，等以后我再找机会去买几床。唐春兰一眼就看出来这被子价值不菲，这东西放在京市那都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起的。这下所有人脸上的神情都变得严肃了起来。淼淼，你该不会是把公款都用来给我们家买东西？